这一次，萧炎顺利地帮助塔主师傅完成了炼制菩提造化丹。这一消息在第一时间传播丹神塔的每一个角落，在丹神塔的众人听到这消息的时候，直接是不敢去相信，因为这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知道，炼制那一颗菩提造化丹，连塔主大人都办不到，怎么他的弟子还先办到了？虽然开始很不相信，可到后面塔主大人亲自宣布了炼制这颗神丹的就是萧炎时，整个丹神塔以及炼药界都开始流传着新九品药神，而他的名字就叫炎帝萧炎，并且这新九品药神的炼药术比塔主九品药神似乎更加的精湛一些，因为前者拥有着身怀多种神火于一身的恐怖存在，这样的底蕴和实力，如果不是九品药神，都对不起拥有这么多的神火了。炼药界的新传说已然诞生，而这诞生的新传奇将会彻底的影响整个炼药界所有的炼药师。当一些炼药师听到萧炎的名字时，他们不难以不震惊连连，因为萧炎的名字他们可是记忆犹新，那不是在炼神丹大会中获得的第1名的炼药师吗？当时也就5品药神，这才过去了10数年之间，直接登顶炼药界之巅，成为新9品药神，这样的成就，敢问炼药界中还有第2位的存在吗？没有，根本就没有。在萧炎的名气火热之际，丹神塔塔主也将塔内的一些事务交给内塔之主掌管，以及10大神长老管理塔内其他事项，而自己则是选择在小世界的丹岛中开始进行闭关。而这闭关的消息也是只有丹神塔内部的成员知道，并没有声张外界，特别不能够被神奇联盟知道，因为一旦被他们知道，那么他们统治万界的野心也将会提前在丹神塔塔主还没顺利的突破出关，一切都尽可能的保持目前的状态。当然，塔主闭关的时间应该也会很久，毕竟突破大道桎梏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即便有着菩提造化丹，也不一定能够顺利的突破，但至少能够让丹神塔塔主有了去突破的机会。同时，这也是丹神塔以及整个诸神万界反击抵抗神奇联盟统治野心的唯一希望，所以塔主也必须要成功。时间又过去了半个月，然而丹神塔依旧还没有有效的调查到对无量神界和万兽神界出手的那些人，可是也已经有了全新的方向，而且这一次的方向并不是灭神府，而是有关于神奇联盟的丹神塔的第100层。这里站着几道身影，正是萧炎、林动、沐尘他们，而在他们眼前的则是内塔之主。现在我们得到的消息就是毁灭2大神界的那些人似乎不是灭神府。内塔之主也是将刚刚得到的消息立马告知了萧炎他们不是灭神府的人所为。不应该啊，苍穹之心不就是灭神府的动机吗？萧炎感到有些疑惑，便分析了自己的想法。其实也不排除是灭神府派了其他人去做，只是我们调查的结果来看，灭神府的人的确没有出现在无量神界和万兽神界，倒是有诸多的神奇联盟之人出现，所以我推断这一次是不是神奇联盟的人大举进攻了无量神界和万兽神界。神奇联盟的人嘛，如果真的是他们，那么神奇联盟和灭神府恐怕已经是狼狈为奸了，或者说灭神府要做的事情让神奇联盟去做。在一旁的灵动此刻开口道，不过他的分析也得到内塔之主的认可，但是目前还没有有力的证据，只能说现在还是我们的猜测，但是我们也已经增加更多的人手，应该很快就有关这次真正出手剿灭了2大神界的真相。内塔之主继续说道，等了那么多天了，也不急于这一时。萧炎心中虽然很痛，可是也没有办法，要报仇也是找准仇家是谁。不过在萧炎的心中，灭神府或者是神奇联盟已经8、9不离10了。在与内塔之主告别之后，萧炎、林动、沐尘3人也简单的交流了一下，然后各自离开，回到自己的住处，等待着消息。或许是萧炎这段时间太累了，他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然后又感觉自己是醒着的。忽然他睁开眼，发现自己站在了一处漆黑的空间中，而自己脚下则是站在一望无际的水面上。这是哪里？萧炎呢喃出声。对于这里，他感到十分的陌生，因为他也根本没有来过这里。就在萧炎疑惑好奇间，在他的身后传来了他熟悉的女性声音。萧炎，萧炎。又是一道女性声音。萧炎立马转头看向后方，可是除了漆黑一片，什么都没有，更不要说有人在这里了。爹！这时又有2道一男一女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萧炎身躯微颤，喉咙间忍不住的吐了几个字：萧林，还有轩儿和彩铃，轩儿彩铃，萧林，你们在哪？萧炎听出了这些熟悉的身影，正是他的2位妻子和2位孩子的声音。他此刻心急如焚的想要找到他们，可是找了什么都没有发现。小家伙，你舍得回来了？一道苍老的声音又在萧炎的耳边响起：老师，你们都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你们啊？萧炎四处查看，依旧没有发现任何一道人影。萧炎，他们入侵神界，夺取苍穹之心，导致神界毁灭，而我们也随着神界的毁灭消失了。萧炎哥哥，我们都舍不得你，可是死而不能复生，没有我们在你身边，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轩儿的声音带着伤心，虽然看不到，可是从他的语言中可以感受到，他们也非常的不舍。可是没有办法，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改变不了。小家伙，照顾好自己，为师也不能陪在你身边再教你东西了。药老的声音从近拉远，仿佛在这一刻算是最后的道别。不，轩儿彩铃，萧离，老师，你们去哪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萧炎那撕心裂肺的声音弥漫着漆黑的空间中，脚下的水面荡漾起涟漪的波动。不要走，不要！几道惊叫声不断的响起，直接也是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萧炎。萧炎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气喘吁吁。刚刚的声音似乎还在他的脑海中不断的回响着。薛儿彩铃老师，我的2个孩子，我会为你们报仇的。该死的灭神府，我要找你们算账。刚从梦中醒来的萧炎似乎有些激动，因为他梦到的是薛儿彩铃他们与自己的最后道别，那种感觉简直就是疼痛不已。而现在的萧炎根本无法再承受住这种悲伤的痛苦，他现在只想报仇。如今万兽神界永久性的毁灭，无疑就是被萧炎最大的打击。萧炎的双眸中多种火光开始汇聚，散发出一股噬神的气息。他要搅翻灭神府，现在他的心中只有这道声音充斥着他的大脑，宛如即将要失控一般。这样的情况谁都承受不住，即便是萧炎也不行。他变强的目标就是守护自己身边的人，如今他没有守护住自己身边的这些人，他现在的痛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住的。不过现在的萧炎即便是大道主神的力量也无法彻底的搅翻灭神府，甚至这一去恐怕凶多吉少。那位神秘府主的实力深不可测，大道或许在他的面前都毫无作用，所以他还需要准备一股力量协助他去完成，那就是坟老。我需要你的力量协助我这一次必须报着血海深仇。萧炎立马传音到焚诀空间中，这道声音宛如雷霆炸响，无比的霸道而很快。坟老的声音也在第一时间传了出来。小家伙，不可冲动，你现在去灭神府无疑就是去送死，更不要说报仇了。而且就算是我全力助你，也无法做到消灭灭神府，毕竟灭神府可不简单，你所看到的只是灭神府的表面，而灭神府的真面目恐怕在诸神万界之中没有任何一道势力是能够彻底的撼动灭神府。而且他们这一次毁灭了2大神界，这件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因为他们的大计划已经提前了，而苍穹之心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究竟要拿苍穹之心做什么？他们的大计划又是什么？萧炎只感觉自己的头要爆炸了一般，无比的痛苦，他撕心裂肺的大喊。据我所知，他们可能需要9个苍穹之心，或许9大界日后都会毁灭在灭神府的手里，而且想要阻止他们，目前恐怕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他们的大计划。毕竟那位府主的实力怕是在如今9大界中无人能敌，包括你的9品药神师傅以及神元宫的元尊目前也无法办到，连塔主师傅以及元尊前辈都不是其对手。这一刻听到坟老这样说，萧炎的心中何尝不震惊，他的脸色都被惊骇所覆盖。这府主的实力真的有那么强大吗？萧炎有些无力起来，他的声音非常的小声。在他的印象中，塔主师傅和元尊前辈乃是诸神万界的天花板存在，而元尊前辈更是能够在当时击退了苏醒后的魔神，并且摧毁了天域中的那一丝造化之法，这样的实力都无法撼动那位灭神府府主，可想而知这位府主的实力究竟恐怖到何种深不可测的境界了。他很强，强得很离谱，而且他的身份让我也非常的可疑，只不过这也是我的猜测罢了，具体的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收集。萧炎也很少见坟老的口中会如此夸一个对手的恐怖实力，而一旦夸了，那么这个人的实力必定是无比难以想象的存在。难怪之前也听元尊前辈说自己与灭神府府主交过一次手，而且那一次的交手中让元尊前辈对其感到了无比的忌惮，这种忌惮可是在神器联盟盟主的身上都没有出现过，反而却出现在灭神府府主的身上，这就证明了诸神万界的最大劲敌就是这位灭神府府主。萧炎从此至今也从未见过灭神府这位神秘府主路过面，他的确无比的神秘诡异，恐怕想要见他的人都没有那资格。萧炎在坟老的劝说之下，刚刚激动的情绪也稍稍的平静下来，不过他的脸上看不出有任何的表情呢。难道我们就这样坐以待毙吗？如果我们不阻止灭神府的大计划，恐怕9大界真的都会毁在他们的手中，到时候整个大宙恐怕都会受到严重的创伤，甚至毁灭。说到这里，萧炎也不敢再想象下去，因为再想象下去无疑就是一个结局，那就是整个大宙都将会毁灭。这个老夫知道，不过大宙中有一道无形存在的秩序，那就是高等级神灵魔物进入第3等级世界和第2等级世界，其里面都会被这股无形的秩序也压制，所以导致即便他们进入第2等级和第3等级世界中，实力都会大大的减弱，甚至会不断持续的排挤与镇压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也就是这道大宙中无形的秩序存在，才使得他们目前只能对第1等级世界下手，而对于第2等级和第3等级世界却无从下手。当然他们肯定也会去找破解的方法。坟老一口气将该解释的都解释了一遍，这么说第2等级世界和第3等级世界目前还处于安全时期。萧炎也听明白了坟老所说的意思。没错，不过我们也不能大意，诸神万界中必须要诞生一位造化主神，才能暂时改变如今的势力格局，而且你要更加的提升实力，
虽然你已经拥有大道主神的实力，可你现在也只是大道初期，而在初期后面还有中期、后期、巅峰、极限等4个小境界划分，这之间的差距更是一个比一个大。大道巅峰更是大道中的分水岭，只有大道巅峰之后，才算得上在诸神万界中是1等1的大能者。你想要复仇，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并且以悲愤化作提升实力的大动力才对。冯老这时也不断地鼓励着萧炎，让他重新振作。